抓的我好疼啊！小文呐，你刚才干嘛不跟我商量一下，就一口答应你妈，说从马来亚汇钱过来？你明知道我妈不知道吗？你想我怎么跟她说？马上拒绝说不借啊？还是你想我告诉她，你不过是个空架子？从骗我上花轿哄我家去马来亚的时候，你家的橡胶园已经倒闭了。你这么大声，是不是想全世界都听到？我真是太蠢了，千挑万选上你，在我们面前呢装有钱，其实欠下一身债，连我的嫁妆都拿去还债。现在呢，还见得回来靠我娘家，打算找个职位赚份钱。你是不是真想我这么跟妈说？你能不能小声一点啊？你明知道我现在没钱帮你妈了，现在还打肿脸充胖子。魏保罗，我不是因为跟你就不会连大哥最后一面都见不到。现在家搞成这样，你是不是还要我再给他们雪上加霜啊？让他知道我嫁错人，让他再为我担心啊！记不记得你向我求婚的时候说过些什么？你说如果有一天你剩下10块，会给我9块，有半碗粥你就会全让我喝。你要我吃得饱，穿得暖，睡得好，原来这都是假的，假的好是假的，对我好是假的，现在出了事你就只会顾你自己。大哥，小文回来了，我永远都记得，在我出嫁那天，你跟我说过，就一个妹妹，你很开心可以看着我嫁个好老公。你说我以后除了有大哥疼，有妈疼，还会有老公疼。小文永远都不会忘记大哥你有多疼我。大哥，对不起啊，你走的时候我们不能赶回来送你，你走了，二哥又离开家，你一定会很担心很担心的。所以这次回来，我跟小文决定了暂时不回马来亚，留在这照顾妈，看着私行那几个孩子，看着这个家。你放心吧，大哥。妈，为什么你不叫二哥回来？唉，叫回来干什么？他一声不吭就离开家走了。如果我非要逼他回来，不是还能走第2次？虽然呢，他不喜欢做生意，但是他也很惦记我这个妈。他经常会写封信回来问候我。那二哥现在在哪儿啊？在韶关儒园那里教书，教一些贫苦学生读书啊、写字什么的。他说虽然辛苦，但是呢做得很开心。就是不用担心二哥了。你二哥又没做生意的头脑。总之现在呢，辛苦你大嫂了。阿彩是，红嫂是，替小姐和姑爷把行李拿上去。知道，谢谢。哎，我来帮忙，我想收拾行李，顺便拿礼物给妈。妈，保罗呢特地从他家里的燕窝山采了一些特级的雪燕回来孝敬你。是吗？啊，乖，真乖。小姐你真有福气，嫁了女儿啊，又多了个儿子。妈，小文，你们聊着，我上去把雪燕拿下来。好啊，姑爷这边请。谢谢。小文啊，你跟保罗肯留下陪我，我真的很开心。对了，那保罗马来亚那边的生意他不用理了吗？亲家会不会不高兴啊？当然不会了，保罗家的生意都上了轨道，又有一些叔伯兄弟帮忙，不会有问题的。嗯，公公婆婆又疼我，
他们也很体谅我们现在的情况，还叫我留下来多陪陪你呢。刚才听你说，保罗他们有个燕窝山呢，生意是不是越做越大，越来越兴旺？是啊，他们橡胶园生意多得做不了啊，因为赚了钱，所以又买下燕窝山了。那就是情况不错了。我们贺正堂却麻烦了。对了，我刚才回来的时候，听说贺正堂卖假药，吃坏人，还说什么打官司，怎么会搞成这样？总之一言难尽。易大嫂呢，她人真是太好了，她不想我担心，店里的事她自己一个人全扛下来，回来呢一句都不提。所以呢，我看她皱着眉头，脸色凝重，心事重重的。虽然她不说，我一看就知道，她那笔账一定不行啊，那么大开销，这点钱怎么够啊？如果真的要打官司的话，钱就会像倒水一样往外流。小文呐，你也看见了，现在我们贺正堂真的急需用钱，不知道能不能跟保罗商量一下，叫亲家那边汇点钱过来，让我们周转一下。等药庄呢搞定了那笔账，我们会马上还给他们，你说行不行？当然行了，保罗家生意那么大，对他们来说这是小数目，放心吧。你抓得我好疼啊！小文啊，你刚才干嘛不跟我商量一下，就一口答应你妈，说从马来亚汇钱过来啊？你明知道我妈不知道吗？你想我怎么跟她说？马上拒绝说不借啊？还是你想我告诉她，你不过是个空架子，从骗我上花轿哄我家去马来亚的时候，你家的橡胶园已经倒闭了。你这么大声是不是想全世界都听到？我真是太蠢了，千挑万选选上你，在我们面前呢装有钱，其实欠下一身债，连我的嫁妆都拿去还债，现在呢还见得回来靠我娘家，打算找个职位赚份钱。你是不是真想我这么跟妈说？你能不能小声一点啊？你明知道我现在没钱帮你妈了，现在还打肿脸充胖子。魏保罗，我不是因为跟你就不会连大哥最后一面都见不到，现在家搞成这样，你是不是还要我再给他们雪上加霜啊？让他知道我嫁错人，让他再为我担心啊！记不记得你向我求婚的时候说过些什么？你说如果有一天你剩下10块，会给我9块，有半碗粥你就会全让我喝，你要我吃得饱，穿得暖，睡得好。原来这都是假的，假的好是假的，对我好是假的，现在出了事你就只会顾你自己。小文，我知道我很对不起你，我也知道我说了很多谎话，但你知不知道，如果不说这些谎话，我根本娶不了你做我的老婆。骗你去马来亚，是想尽最后的努力，用你的嫁妆挽救橡胶园，让你能做个少奶奶，过上好日子。谁知道？你小声点吧，妈的耳朵很灵，别再说这些无聊的话了，还是想想怎么收场吧。今晚就算不睡，也要想到解决的办法。奶奶早，三姑早。来了，坐。哇，好想家里的白粥油条、酱油炒面，样样都很想吃。三姑姑啊，你昨天跟三姑父给我那些椰子糖很好吃啊，我还想要啊。哦，好
到事情，你的门牙刚刚长出来，吃这么多糖，是不是又想变门牙黑洞啊？我不想变黑洞。三姑姑，你跟三姑父是不是在马来亚天天都吃马拉糕？傻丫头，马来亚没有马拉糕。啊？是这样啊？那有没有马拉鸡呀？啊，你们3个调皮鬼再顾着说话不吃东西的话呢，就会变成真正的马拉鸡了。唉，咨询的。怎么不见三姑爷下来吃早餐呢？哦，保罗他一早就去电报局了。你们2个好像鬼鬼祟祟的，有很多秘密瞒着我似的。我想呢，等成了事再告诉你，免得一场欢喜一场空嘛。出事了，出事了！出了什么事啊？你自己看吧，我要上楼去收拾。你突然收拾去哪儿？保罗？什么事啊？马来亚森林大火，保罗家的橡胶园烧了，连燕窝山也烧没了。怎么会这样？橡胶园大火怎么会烧了燕窝山啊？森林大火，浓烟飘到了燕窝山，燕子全都飞走了，连住的巢也烧得变成了灰。这回真是烧得一无所有。红嫂啊，帮我叫辆3轮车，谢谢。哦，好。小文，你留在这儿，我现在马上去香港，坐最早那班飞机回马来亚。不回去我不放心呢。公公说他会善后的，叫你不用赶回去了。你回去能做得了什么？燕子都飞走了，难道你去把它们抓回来？保罗，发生这种事谁也不想。幸好亲家底子雄厚，生意没了可以再来呀。最重要的是人没事。妈，小文之前答应了你的事，我想暂时帮不了你了。知道，我明白了。以前说的事你就当我没说过，别放在心里。啊？这么晚了，怎么还没睡啊？你也没睡。最近啊，每晚3更半夜，我都见你房里还亮着灯。哎呀，辛苦你了。哎呀，婆婆，我不睡呢，可不是因为烦啊，我笨呢，怎么都记不住这些药材。新月，到底你有没有当我是你妈？我知道你不是我10月怀胎生出来的，不管有多亲，还是隔着肚皮，怎么都不会像亲母女什么都说。怎么会呢？自从我妈走了之后，婆婆把我当成亲生女儿一样，我心里怎么会不知道？就因为我当你是我妈，我才不想你担心。你也是啊，你想跟小文借钱周转，怎么不告诉我啊？你不是一样不想我担心？我是想能帮帮你，其实不知道谁帮谁。贺正堂明明是姓贺的嘛，但是却要你这个儿媳妇扛上身。苗天会帮我们吗？我相信苗天呢，他一定会有办法的。新月，世章走了之后，世亮又不在我身边，我只有小文和你这2个女儿。做妈的看见女儿有事，怎么会不理呢？你就听妈的话。婆婆，你还没说什么事呢。你别管，只要听妈的话就行。
有4000块，你拿去入账。老板娘，这钱是哪儿来的？哦，是我向婆婆先借来周转用的。你看这些钱够不够打官司啊？4000块够请一个好的大壮士，但要算上打完官司之后的赔偿金，起码还需要几千块才够。放心吧，我已经在跟银行谈，打算把房子押了。以后银行会派人去看房子值多少钱。押房子？怎么没听天哥说过？其实这件事，我不打算跟他说。他为药庄已经做太多事，我不想再烦他。这样，但他是大茶柜，账目往来一定要经过他。如果他问钱是怎么来的，我怎么说？你叫他来找我好了，我有